您有沒有這樣的習慣？早上把一鍋飯菜煮好，電鍋按鈕啪一聲跳起來，就順手切到保溫，心裡想說中午回來、晚上回來都有熱騰騰的飯菜可以吃，不用再開火，不用再等。很多台灣家庭的廚房，那顆電鍋幾乎是從天亮亮到天黑，保溫燈一整天都沒熄過。尤其是家裡的長輩，總覺得食物放在電鍋裡面，熱熱的，有插電，有蓋住，這樣最安全、最衛生，捨不得倒，也怕浪費。一鍋白飯往往從中午留到晚上，一鍋滷肉、一鍋湯從前一天晚上留到隔天，打開一看還在冒着微微的熱氣，就覺得沒問題，還能吃。這份心意其實非常好，是替家人省，替家人想，是老一輩人惜物愛物的美德。但今天我想跟您好好聊一件很多人都想錯，也錯了很多年的事情。電鍋的保溫並不是一個保險箱，它保住了溫度，卻不一定保得住食物的安全。有時候正是因為那個溫溫的不冷不熱的環境，反而變成了細菌最喜歡的溫床，越養越多。我在社區做健康衛教這些年，看過不少長輩，就是因為吃了保溫太久的剩菜剩飯，半夜開始上吐下瀉，跑廁所跑到腿軟，跑到脫水送急診。所以這支影片，我想從頭到尾把電鍋保溫這件事講清楚，包括為什麼保溫反而危險，有哪5種菜真的不建議您長時間留在電鍋裡面，正確的保存跟復熱到底該怎麼做，還有一個大家幾乎都沒聽過的電鍋盲點，我會一步一步慢慢跟您說明，您跟着聽完，這個觀念就一輩子帶着走了。我也要先跟您說，今天講這些完全不是要責怪誰，更不是說您以前做錯了。老一輩人經歷過物資不充裕的年代，惜食不浪費是刻在骨子裡的美德，這一點非常值得敬重。我自己家裡的長輩也是這樣，一粒米都捨不得丟。只是隨着年紀增長，我們的腸胃功能、免疫力都不比年輕的時候。同樣一份放久的剩菜，年輕人吃了可能沒事，長輩吃了卻可能病得比較重，恢復得比較慢。所以我想做的是幫您找到一個平衡，既能繼續惜食不浪費，又能把安全顧好。2件事其實可以並存，關鍵就在於方法對不對。我們先從最基本的機制講起，這樣您才會真正明白為什麼保溫不等於安全，而不是我在這邊嚇唬您。食物會壞，會讓人吃壞肚子，關鍵在於細菌繁殖，而細菌繁殖的快慢跟溫度有非常直接的關係。在食品衛生上有一個很重要也很值得您記下來的觀念，叫做危險溫度帶，指的大約是7度到60度之間這個範圍。在這個溫度區間裡面，絕大部分會讓人食物中毒的細菌繁殖速度都非常驚人。當溫度差不多落在30度到40度上下的時候，很多常見的細菌大約每20分鐘就能分裂一次，1個變2個，2個變4個，4個變8個，這樣一路翻下去，您可以想象一下，只要短短4個小時，理論上細菌就可以翻上好幾千倍，一整天下來，那個數量是很可觀的。那電鍋保溫的溫度到底是多少呢？一般家用電鍋在保溫狀態下，內鍋食物的溫度大概落在60度到70度之間。如果機器狀況好，蓋子密合，這個溫度其實是相對安全的，因為它高於60度，多數細菌不太容易大量繁殖。真正的問題出在2種很常見的情況。第一種是有些電鍋已經用了很多年，外鍋的水早就燒乾，加熱盤結了厚厚的水垢，或者鍋蓋密封不好，導致保溫的實際溫度根本不到60度，可能只有50度，甚至只有40多度。這個溫度不上不下，剛剛好落在危險溫度帶的正中央，等於是您親手把食物放進了一個溫暖舒適的細菌培養箱。第2種是您把菜從電鍋端出來吃了一部分，剩下的又放回鍋裡繼續保溫，或者一天當中開開關關好幾次，食物的溫度一降再降，每一次只要降到60度以下，又還沒涼透，就給了細菌大量繁殖的黃金機會。這裡還要特別提醒台灣的朋友，我們的環境本來就對食物保存不太友善，台灣氣候又濕又熱，尤其是5月到9月這段時間，室內溫度動不動就將近30度，甚至超過30度，濕度又高，這種環境正是細菌最喜歡的溫床。同一鍋菜，
在冷氣房裡跟在悶熱的廚房裡變質的速度差很多。所以同樣的道理，在台灣的夏天，您對保溫、對剩菜的處理就要比冬天更小心、更勤快一點。在台灣家庭裡最常見的幾種食物中毒細菌，除了前面提到的仙人掌桿菌之外，還有金黃色葡萄球菌跟沙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很特別，它其實就住在我們的皮膚上、鼻腔裡。如果料理的時候手上有小傷口，又沒戴手套，就容易沾到食物上。它同樣會產生耐熱的毒素。沙門氏菌則常常跟生蛋、生肉有關。處理過生食的砧板、刀子如果沒洗乾淨，又去切熟食，就可能交叉污染。這些細菌有個共同點，就是您看不到、聞不太出來，食物外觀可能完全正常，可是細菌早就超標了。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只靠眼睛跟鼻子來判斷食物到底能不能吃。而且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很多人完全不知道的重點，有些細菌本身確實可以被高溫殺死，可是它們在繁殖的過程中會分泌出一種毒素，而這些毒素往往是耐熱的，一般的加熱溫度破壞不了。也就是說，就算您後來又把食物重新加熱到滾燙，燒到冒煙，細菌是死了沒錯，可是它們先前留下來的毒素還好端端地在食物裡，您吃下去一樣會噁心、想吐、拉肚子。所以千萬不要以為再熱一下就沒事，這件事沒有那麼簡單。這也正是為什麼保溫的時間一旦拉長，食物中毒的風險會明顯往上升的根本原因。溫度、時間這2個因素加在一起才是關鍵。了解了這個基本機制，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今天最重要，也是您最想知道的部分。有5種菜，因為它們本身的特性，特別不適合長時間放在電鍋裡保溫。我一種一種把原因跟道理都講給您聽。第一種是白飯，還有各種米飯類，像油飯、糯米飯、炒飯、粥。米飯是很多人最容易忽略卻風險很高的一個地雷。米飯裡面容易帶有一種叫做仙人掌桿菌的細菌，這個名字您可能從來沒聽過，但它其實非常常見，就存在於生米跟環境裡面。它最麻煩的地方在於會形成一種很耐熱的孢子，一般煮飯的溫度根本殺不死這些孢子。當米飯煮好之後，一直放在溫溫的環境裡慢慢降溫，這些原本睡覺的孢子就會活過來，開始快速繁殖，並且制造出會讓人嘔吐、腹瀉的毒素。所以那種一大鍋白飯從早上保溫到晚上，甚至留到隔天的做法，其實是所有情況裡風險最高的一種。我的建議是，飯煮好之後，如果2個小時內吃不完，就趕快把剩下的分裝、放涼、冰進冰箱，而不是懶得動，一直擺在電鍋裡陪您到天黑。這裡也順便幫您破解一個常見的迷思。很多人以為隔夜飯不能吃，是因為飯放久了會致癌，會產生什麼可怕的東西。其實真正的重點不在這裡，隔夜飯本身沒有那麼恐怖，只要您在飯煮好還沒被吃過的情況下，及時放涼、密封冷藏，隔天徹底復熱，是可以安心吃的。真正危險的是那種一直放在室溫或保溫，放了大半天又被筷子夾來夾去的飯。所以問題從來不是隔夜這2個字，而是怎麼放，放了多久，有沒有污染。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帶便當這件事上。如果您或家人習慣自己帶便當，記得早上裝好之後就趕快放涼，進冰箱或放進辦公室冰箱，中午再用微波爐或電鍋徹底加熱，而不是一早裝好，常溫擺到中午。那樣的便當放到中午，其實已經在危險溫度待了好幾個小時了。第2種是蛋類料理，像滷蛋、蒸蛋、菜脯蛋，還有加了蛋的各種家常菜。蛋是營養非常豐富的好食材，蛋白質含量高，可是換個角度想，這也代表它是細菌最好的養分來源。細菌一樣愛吃，尤其是溏心蛋、半熟的蒸蛋或者滷蛋這種整顆泡在滷汁裡的，只要長時間保溫，就很容易變質，產生異味。您可能有過這種經驗，滷蛋放到隔天，湊近一聞，就有一點酸酸，不太對勁的味道。那其實就是細菌大量活動之後發出的警訊。這種時候就不要捨不得，該倒就要倒。蛋類料理我會建議盡量當餐吃完，真的有剩也是同樣的原則，盡快放涼冷藏，不要留在電鍋裡過夜。第3種是海鮮類，
包括魚、蝦、絲、梨、花枝，還有小卷這些。海鮮是所有食材裡面最不耐放、最容易腐敗的一大類，這一點請您一定要放在心上。海鮮本身含有的水分跟蛋白質都非常高，而且它們身上帶的某些細菌天生就適應比較涼的環境，在稍微溫暖的溫度下反而繁殖得特別快。海鮮一旦不新鮮，除了細菌的問題，還可能因為蛋白質分解產生一種讓人過敏的物質，有些體質敏感的人吃了會全身發紅、起疹子、嘴唇腫，甚至頭暈。所以清蒸魚、蒜蓉蝦、炒鍋梨這類海鮮料理，我要特別提醒您，千萬不要長時間保溫，這是5種裡面我最不放心的一種。海鮮就是要趁鮮趁熱吃，煮多少吃多少，寧可少煮一點。第4種是綠色葉菜類，像地瓜葉、青江菜、菠菜、A 菜，還有各種炒青菜。葉菜的問題跟前面幾種不太一樣，重點不在細菌讓您急性中毒，而在於一個叫做亞硝酸鹽的東西。深綠色的葉菜裡面天然就含有硝酸鹽，這本來是植物正常的養分成分，對身體並沒有害處。您平常吃新鮮青菜完全不用擔心。可是當葉菜煮熟之後，長時間放在溫熱的環境裡，加上細菌的作用，裡面的硝酸鹽就會慢慢轉變成亞硝酸鹽。這個轉變在反復保溫、放涼又在加熱的過程中會更加明顯。亞硝酸鹽如果長期大量吃進身體，並不是好事。而且說實在的，葉菜類反復加熱、久放之後，不只可能產生亞硝酸鹽，那些珍貴的維生素幾乎都被破壞光了，口感也變得又黃又爛，營養跟美味都不剩多少。所以青菜真的建議現炒現吃，一餐吃多少就炒多少，是這幾種菜裡面最不值得也最不需要留過夜的。第5種是勾芡類的菜跟濃湯，像酸辣湯、玉米濃湯，還有各種羹、燴飯的芡汁。糖醋料理勾芡的東西為什麼要特別小心呢？因為芡汁裡面加了太白粉或地瓜粉，質地又濃又稠，這種粘稠的特性會讓熱的傳導變得很慢。也就是說，就算表面看起來還在冒煙，還很燙，裡面中心的溫度可能早就降下來了，而且降得很不均勻。中心那個位置常常是溫溫的，剛好又落在危險溫度帶裡面，可是您從外觀完全看不出來。再加上勾芡的湯羹裡面通常都有肉羹、蛋花、海鮮這些高蛋白的食材，等於是把好幾種風險全部加在一起。這類濃稠的湯羹保溫久了，很容易在您完全沒察覺的情況下就悄悄變質了，所以也請您特別留意。講到這裡，可能有人會想問，那我怎麼知道食物是不是已經壞了，還能不能吃呢？這是個好問題，我教您幾個判斷的方向，但也要先說在前面，這些只能當作參考，因為就像剛剛講的，很多細菌是聞不出來、看不出來的。大原則是，只要有一點懷疑，寧可倒掉也不要冒險。一鍋菜的錢遠遠比不上跑一趟急診的花費跟受的罪。您可以留意幾個訊號。第一是氣味，如果聞起來有酸味、餿味或者刺鼻的怪味，那絕對不要吃。第二是外觀跟質地，如果表面出現黏牽絲的粘液，或者長了白白綠綠的霉點，整鍋都要丟，不要只挖掉發霉那一塊就繼續吃，因為霉菌的菌絲早就蔓延到您看不到的地方了。第三是口感，如果吃第一口覺得味道怪怪的，有一點刺舌頭，就立刻停下來，不要勉強吞下去。長輩的味覺、嗅覺常常隨着年紀退化，對這些警訊比較不敏感，所以更要靠前面講的時間原則來把關。時間到了就處理，不要等到聞出味道才後悔。講完這5種特別要小心的菜，接下來是同樣重要的部分，那到底該怎麼做才是對的？我給您幾個具體、好記、今天就能用上的原則。第一，關於保溫的時限，一個比較安全的抓法是熱食在室溫或保溫狀態下累積起來的時間盡量不要超過2個小時。如果環境比較熱，像夏天沒開冷氣又悶又濕的廚房，那更要縮短，超過1個小時就要留意。至於電鍋保溫，我會建議真正要保溫的時間控制在2個小時以內，
最多不要超過4個小時。超過這個時間還沒吃，比起繼續放着保溫，更聰明的選擇是趕快處理，分裝冰起來。第二，關於分裝冷藏，很多長輩習慣等食物完全放涼，涼透了才敢冰，怕熱的東西放進冰箱會壞掉，會傷冰箱，會讓別的食物也壞。其實正確的觀念剛好相反，食物不需要等到全涼，只要稍微降溫，摸起來不燙手了就可以進冰箱。重點是動作要快，讓它趕快通過危險溫度帶。您可以把一大鍋菜分裝成幾個小盒子再冰，分裝之後分量小，散熱快，降溫也快，比一整鍋燜着冰要安全得多。分裝還有一個很實際的好處，就是要吃的時候吃多少拿多少，熱多少，不用把一整鍋反复拿進拿出，反复加熱。冷藏的剩菜剩飯建議在1到2天之內吃完，不要放太久，放越久風味越差，也越不安全。第三，關於復熱的溫度，從冰箱拿出來的剩菜剩飯一定要徹底加熱之後再吃，絕對不能只是溫溫的，外面熱裡面涼就端上桌。一個好記的原則是，要熱到食物的中心溫度大約70度以上，也就是看得到明顯的熱氣，湯汁有咕嚕咕嚕滾起來，這樣才算真的夠。特別是大塊的肉類，還有前面講的勾芡湯羹，因為熱傳導慢，一定要多熱一下，中間翻一翻，攪一攪，讓裡面也徹底熱透。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剩菜復熱，原則上就熱那一次，吃那一餐不要同一鍋菜，今天熱一下，明天熱一下，後天再熱一下，反覆加熱，不止細菌風險越來越高，營養跟味道也早就流失光了。第四，還有一個很多家庭會犯的小習慣要改過來，就是不要把新煮好的菜直接倒進裝着舊菜的鍋子或盒子裡混在一起。您可能覺得反正都是同一道菜，湊在一起省容器也省冰箱空間，但這樣做等於是讓舊菜上面的細菌直接污染了新鮮的那一份，也讓您完全搞不清楚這鍋菜到底是什麼時候煮的，放了幾天了。比較好的做法是新的歸新的，舊的歸舊的，分開裝。如果家裡人口少，常常有剩菜，我很建議您準備幾張小紙膠帶，或者用一塊小白板，在裝剩菜的盒子上簡單寫個日期，這樣打開冰箱一看就知道先吃哪一盒，遵守先進先出的原則，才不會讓某一盒菜被冰到天荒地老，最後只能整盒丟掉。這個小動作看起來麻煩，養成習慣之後反而幫您省下很多食物，也省下擔心。另外也順便提醒，電鍋的保溫是用來短時間保住已經煮熟的熱食，它不是拿來慢慢把冷食加熱或把生食煮熟的功能。有些人把冷掉的飯菜丟進電鍋，只按保溫，想說放着就會熱，這是很危險的做法，因為保溫的火力小，食物會長時間卡在溫溫的危險溫度帶，等於在裡面養菌。要復熱就用電鍋加水按下加熱鍵，或用微波爐，或直接開火熱，讓它快速通過危險溫度帶，徹底熱透，這才是正確的用法。接下來我要特別提醒一個大家幾乎都會忽略卻很關鍵的地方，就是電鍋本身的清潔盲點。我們平常常只洗那個內鍋，覺得內鍋洗乾淨亮晶晶就好了，可是電鍋其實有好幾個地方藏污納垢，是很多人用了10幾年幾十年從來沒有好好清過的。第一個盲點是鍋蓋的內側跟蒸汽孔，每一次煮飯，每一次保溫，蒸汽不停往上冒，鍋蓋的內側就會凝結一層水珠，飯菜的湯汁、油氣也會跟着附着上去，時間久了會慢慢形成一層黏黏的，甚至長出黑黑霉點的痕跡。這個地方每次用完都應該順手擦一擦，洗一洗。第二個盲點是外鍋的底部跟邊緣，也就是加熱盤的地方。這裡如果長期有殘留的水垢、掉進去的飯粒，或者溢出來又焦掉的湯汁，不只會影響加熱的效率，讓您的保溫溫度不知不覺變得不夠，也容易滋生細菌，產生一股洗不掉的異味。第三個盲點是鍋蓋邊緣那一圈橡膠或矽膠的密封條，如果您的電鍋有這個設計的話，這個小小的縫隙是最容易卡菜渣、藏水汽、長霉的地方。要用小刷子或者棉花棒仔細的把它清出來。清潔的時候也有幾個小訣竅要提醒您。
內鍋要放涼一點再洗，不要滾燙的時候就沖冷水，忽冷忽熱容易讓內鍋變形。外鍋要清潔之前，一定要記得先把插頭拔掉，用擰乾的抹布擦拭就好，絕對不可以把整台電鍋泡到水裡，這樣會壞掉，也會有危險。另外，定期，比如每個月一次，您可以在外鍋放一碗加了白醋的清水，按下加熱，讓熱蒸汽幫忙軟化頑固的水垢，順便去除異味。等它跑完之後再擦乾淨，這是很簡單又很有效的保養方法。一個乾淨的電鍋，保溫的溫度才會穩定，食物也才不會反過來沾染到本來就藏在鍋子縫隙裡的細菌。還有最後一個小提醒，很多人把食物冰進冰箱，就覺得萬無一失，可以放很久，這也是一個要修正的觀念。冷藏只是讓細菌繁殖的速度變慢，並沒有把細菌殺死，它們只是暫時睡着了。所以冷藏的剩菜也不是護身符，一樣有期限。前面說的1到2天內吃完，就是這個道理。另外，冰箱不要塞得太滿，塞太滿冷空氣沒辦法流通，溫度會不夠低，效果就打折扣了。冷藏室大約放7分，滿留一點空隙讓冷氣循環是比較理想的。定期清理冰箱，把過期的東西清掉，也是保護全家人的重要一步。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最後幫您把重點好好收攏在一起，記住這幾件事就夠了。電鍋的保溫功能確實很方便，但它保住的是溫度，不是食物的安全。真正的關鍵在於危險溫度帶這個觀念，也就是7度到60度之間，細菌繁殖最快，而保溫溫度不足，或者反覆開關關的電鍋，正好可能讓食物長時間泡在這個危險區間裡。有5種菜要特別小心，米飯類要注意仙人掌桿菌那種耐熱的毒素，蛋類營養高，容易變質發臭，海鮮最不耐放，一定要趁鮮吃，綠色葉菜久放會產生亞硝酸鹽，營養也整個流失。勾芡濃湯則是因為濃稠、散熱慢，又常常混合了高蛋白食材，風險最容易被忽略。做法上，請您記住幾個簡單的數字，保溫盡量在2個小時以內，最多不超過4個小時，吃不完就趕快分裝，稍微降溫不燙手了就冰進冰箱。冷藏的食物在1到2天內吃完，復熱一定要熱透，中心大約70度以上，看到湯汁滾起來了才吃。而且同一道菜不要反覆加熱好幾次，再加上定期清潔電鍋的鍋蓋、蒸汽孔、外鍋跟密封條這些盲點，讓鍋子本身保持乾淨清爽。最後也要跟您把話說清楚，什麼情況該去看醫生。如果吃了東西之後出現嚴重的嘔吐、拉肚子，而且持續好幾個小時都停不下來，或者伴隨發燒、肚子劇烈的絞痛，這就要提高警覺。尤其是家裡的長輩，還有身體本來就比較虛弱的人，如果出現精神變差、講話有氣無力、嘴唇乾裂、皮膚捏起來鬆鬆的，很久都沒有小便這一類脫水的情況，就千萬不要硬撐，不要覺得睡一覺就好，要趕快就醫。急性腸胃炎最怕的就是脫水，長輩的身體本錢比較少，經不起這樣的折騰，該看醫生的時候一定要看。如果只是輕微的拉肚子，還沒到需要馬上就醫的程度，這段期間最重要的就是補充水分跟電解質，可以少量多次的喝溫開水，或者喝一點稀釋過的運動飲料。藥局買得到的電解質補充液慢慢的補，不要一次灌太多，也暫時避開太油、太甜、太刺激的食物，讓腸胃休息。但只要症狀一直沒有改善，或者越來越嚴重，就別再自己撐着，還是要交給醫生判斷。把這些觀念放在心上，一點都不麻煩，卻能讓那一鍋飯菜真正是暖胃又暖心，而不是暖了細菌，害了自己。這樣，您跟家人的每一餐都能吃得安心，也吃得健康。